Hello， 大家好，我是晶晶，全台首发系列又来了。想象一下你一直梦想亲手打造一对完美的音响，那你脑海中一直有一份顶级的零件清单，最理想的单体不妥协的箱体材质。但是呢，碍于现实加工技术跟深水的工程门槛，计划呢就只能一直放在心里了。结果有一天，韩国的一群工程师呢，不仅把它做了出来，还用极度严苛的科学测量数据，向全世界证明它的表现无懈可击。这个呢，就是近期在发烧友圈跟 YouTube 创作者之间引发热烈讨论的现象级产品 Asilab A6B 被动书架喇叭。今天我们不谈玄学，不讲什么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那种无法量化的形容词，我们只看科学跟物理。没错，我们将从它挑战极限的工业设计、史无前例的测量数据解说，一路呢聊到实际的听感体验，带你快速地掌握现在高端音响市场正在发生的变化。传统喇叭呢，往往是先设计漂亮的木箱装上单体后，再慢慢的去调音。而 A6B 呢，它则用测量逆向工程结晶哦。工程师呢，他是先设定完美的声学数据目标，他在逆向的推导喇叭必须使用的形状跟材质。那 A6B 呢，它就是采用中密度的纤维板，这个呢触感是滑滑的，非常的好摸。单只呢就快要13公斤哦，像我这种弱女子搬起来真的是怀疑人生。那传统的木质音箱在播放大动态的音乐尤其是强烈低频的时候，箱体本身呢无可避免的它会跟着震动，这个就是会产生谐振，对吧？A6B 的箱体设计呢，近乎完全消除大动态下的箱体谐振，确保声音的背景呢可以达到真正的极致漆黑，让你听到的每一声细节呢都会变得非常的纯净。那 A6B 呢，它有4个颜色可以选择哦，但是其中的金属灰还有现代灰都要再加价$300。再来呢，我们看看正面这个6.5寸的低音单体呢，内行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这个呢是 Purify 的5伏单体哦，有看到旁边这一圈像是鱼鳞状的皱褶吗？这个就是 Purify 的标志性设计，为了可以让单体呢在大幅度的活塞运动时候，失真依然保持在极低的水准。而高音的部分呢，它选用 SB Acoustics 的陶瓷高音，并且呢，它嵌入了一个经过精准的声学计算深度的波导，这个呢，让它的分频点可以压到惊人的1K 赫兹，声音的指向性呢跟定位感呢，真的会让你闭上眼睛就找不到喇叭在哪里。A6B 的两侧呢，偷偷加了2块5×8寸的被动辐射器。如果呢，把一般的喇叭比喻成汽车呢，这对辐射器就像是装了涡轮增压引擎，它大幅的增加低频的扩散面积低音的气势，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档次。如果你的空间大客厅需要撑起场面，或者是你是重度的低音控 ，A6B 呢就是唯一的选择，保证让你震感十足。那如果是书房卧室空间呢相对精致，你就是选 F6B 或者是 C6B 就对了。它们在这种空间下呢最平衡、最舒服，不抢戏却是很有味道。喇叭尺寸大概是高度40公分，宽度22公分，深度30公分左右，放在客厅电视柜或者是脚架上都非常的有存在感。而且呢，虽然看起来跟 C6B 大小差不多但是体重完全是不同量级的哦。A6B 的灵敏度只有82 dB， 而且呢，阻抗会掉到 2.6 欧姆哦，表示 A6B 它非常的大胃王，极度吃推力。如果你是拿一台入门级或者是中级的扩大机，声音呢就很容易缩水。首推呢 NAD 的 M33 或者是 C399 等级的串扩，因为它们同样呢是搭载 Purify 的放大模组，跟 A6B 呢它是同根同源。这个组合呢搭配背景最漆黑速度感最快，是那种极度现代无染的极致解析。介绍一下他们3兄弟呢，都有一个相同之处，也都是用了6.5寸的低音单体，还有1寸的高音，但细节里的魔鬼呢，完全是不一样哦。这个跟他们的名字有关系，我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哦。F6B 呢，它是纤维纸盆 ；C6B 呢，它是陶瓷铝合金 ；A6B 呢，则是用陶瓷化的铝合金。它们都是用单体材料的英文首字母来命名的哦。C6B 跟 A6B 的单体材质呢差在哪里呢？
C6B 呢，它是涂层式的 ，A6B 则是转化式的。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哦，涂层式呢，就是像是在木头上漆啊，虽然变硬了，但是本质还是木头。转化式呢，像是把整块木头啊化成钢，本质上已经是钢了，所以物理特性相对的稳定。那6代表呢，就是6寸单体，这个 B 呢，就是 bookshelf， 也就是书架型喇叭。接下来观众要作文咯，既然 AsaiLab 他们家主打数据量测的精准度，那我也来帮大家拆解看看，这被称为数据怪物的喇叭藏了什么药哦。放心，这边我会用白话的方式讲给你听。现在呢，画面看到的是 AsaiLab 的 A6B 的 CEA 2034量测图，这张呢叫做 Spinorama 量测。简单讲呢，就是这个喇叭不只是量正面哦，还有量侧面，也会模拟房间的反射啊。甚至是算出整个空间的声音能量，它比单纯看频率响应准太多了。蓝色这条呢是正轴，也就是正对喇叭前方声音的量测。你可以看这个200赫兹到10K 赫兹，几乎是一条很平的线哦。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这颗喇叭的声音它不会某段特别的凸，不会高音刺啊，不会中音凹啊，或者是它不会低频乱膨胀，它是中性的走向哦，声音干净、准确不花俏。橘色的这一条叫做 listening window， 也就是说你坐在沙发正常听到的声音平均值，它几乎呢就是贴着蓝色的线哦，这代表甜蜜点不会太小，不会一偏头声音就变，听起来稳定。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哦，很多喇叭正面好听，一侧就崩掉了。A6B 呢就没有这个情形。红色呢是早期反射，就是声音打到墙壁再弹回来的声音。重点来咯，它的形状跟正轴几乎是一样的。这条线呢表示房间不会有改变喇叭的音色。有一些喇叭呢在空间里面呢它会变尖啊变刺，就是因为反射声音跟直达声不一样。但是 A6B 它就非常的一致哦，所以听起来会非常的自然。下面这2条呢叫做 DI， 简单讲就是喇叭有没有控制声音往哪里射啊。你可以看到高频它是慢慢收窄啊，不是突然变窄或者是突然乱喷。它代表空间感可以预测，音场干净，也不会高频乱反射哦。这通常是波导设计成功的特征。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一张图推测呢，它应该是声音偏中性、干净，而且定位准，空间呢清楚，不会染其他的音色哦。但是它呢，应该不是那种后暖型啊、味道型的喇叭。如果你喜欢浓郁的调味呢，它可能会觉得不太理想。你可以看到哦，50赫兹以下的自然的往下掉了，这个很正常，因为它是书架喇叭，代表呢小空间够用，大空间的话呢，就会建议加上重低音。这张是 A6B 早期反射的分析图呢，这张呢其实超重要的哦，因为它会直接告诉你喇叭在真实客厅会变成什么样的声音。先说什么是早期反射，早期反射呢就是声音从喇叭出来，再打到墙壁、地板、天花板，再反弹回来，大概是在5到20毫秒内打到你的耳朵，那你的大脑呢就会把它混在一起，当成是原本的声音，所以呢它会直接改变音色。那要怎么看这张图呢？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每一条线，是代表呢一个反射来源呢。红色就是地板的反射，橘色是天花板，蓝色呢则是前面的墙，黑色就是侧面的墙，绿色是后墙，而紫色呢就是全部的加总，那也就是最重要的一条哦。我们重点呢看一下紫色那一条哦，因为那就是你实际在客厅里面听到的平均反射声音。你会看到紫色线的形状啊，它跟着正轴走向很像，只是整体呢低了几个 dB，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它反射声音呢没有乱改音色，空间呢也不会让声音变刺啊，频率不会在某一段突然的凸起，这个呢其实就是非常健康的表现。来看看红色地板还有橘色的天花板，在 1K 赫兹的附近呢有一点点的起伏，这个呢很正常，因为呢那个频段呢刚好是人声高度跟地板距离产生干涉的位置，但是呢它没有出现剧烈的凹洞啊，所以声音不会突然变薄啊或者是塌陷。
灰色的线也就是侧面墙，它在高频呢慢慢的下降，这个是好事哦，表示高频它没有乱喷到墙壁。很多喇叭呢高音太扩散，你在家里听呢就会觉得很刺，声音太亮，而且呢毛边也会很多，所以呢表示这一颗控制的还蛮稳定的哦。而绿色的后墙呢，它下降的比较多，高频呢不太会往后喷，这种设计呢通常音场会很干净，不会后面呢糊成一团。所以说呢，从这张图呢可以合理的推测，它是呢被放在一般客厅，装潢也没有做太夸张的吸音，所以呢它声音应该是会很干净、中性、稳定，而且不刺激哦。它不是靠反射制造假宽音场的喇叭，它呢是靠控制反射让声音自然的。很多喇叭呢正轴超漂亮，但是反射乱七八糟。你在无响室呢听好听，但是在家里就很容易崩掉。但 A6B 呢这张图是显示它在现实空间也可以维持音色的一致，这个就是成熟设计的特征哦。一句话总结这张图，这颗喇叭呢不是只顾正面好听，它连房间里面的声音呢都设计进去了，这才是真正工程派的做法。上面这张呢是水平指向性等高线图，这张彩色图呢才是真正看出喇叭实力哦。而3Lab A6B 呢水平指向解析，从它可以看得出来这颗喇叭的声音呢往两边扩散的漂不漂亮，音场会不会乱，甜蜜点大不大。横轴呢是从低音到高音的频率，纵轴呢它是从正面0度一路到左右的150度的角度哦，颜色代表是音量的大小，红色等于声音变强，黄色等于稍微变小，蓝色等于衰减很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声音往左右喷出去的样子。你看100赫兹大概到500赫兹，几乎是整片都是红色的哦。它的低频几乎是全方向的扩散，低音它会充满整个空间，这个是正常现象。所有的喇叭的低频呢，它都会乱跑，因为波长很长，从大概是500赫兹到2K 赫兹之间呢，你会看到红色它慢慢的变窄，变得很平顺。人声呢，它不会突然的喷开，也不会突然的收窄，指向性控制呢是平滑的。如果这边呢出现凹洞或者是乱波纹啊，你听起来就会觉得人声忽大忽小的，音像漂移啊。但是这颗没有哦，所以它整体来说是非常顺的。最后我们看高频哦，这里是最重要的。你可以看到红色区域它慢慢的收窄，而且它是慢慢收，不是突然的断掉。高音它有被控制，所以它不会乱反射，不会一进到空间就变刺。所以呢，很多便宜的喇叭它高频呢，它是突然往内缩，你听到的它甜蜜点就会超级小的，头一动高音它就会听不见。那这一颗呢就没有那种剧烈的崩塌。你可以注意整张图哦，它没有突然的一块蓝色插进红色的中间，这个呢叫做指向性断层。一旦呢出现那种破洞啊，听感就会变成某个频段突然消失，或者是空间感怪怪的。那这张图它是连续的、平滑的，代表呢 A6B 的工程设计它是成熟的。从这张水平扩散图呢，可以知道 A6B 它的音场干净，定位准，甜蜜点不会太小，空间感呢是可以预测的。它不是那种高音乱飞啊、空间夸张型的喇叭，而是那种比较理性、控制型。但是如果你客厅它不是完全对称的，偶尔会偏一点坐，不想要声音受房间影响太大，这种指向性控制好的喇叭就会比较安全，声音呢也会比较稳定。再来是垂直指向性等高线图，这张图呢其实告诉你哦，当你坐在沙发上，或者是稍微站起来，或者是你坐低一点的时候啊，听到声音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想象一下这张图呢，它是一个声音的地图，横轴是频率，从低音到高音，纵轴它是你的聆听角度，0度呢就是你正对着喇叭的单体中心，通常它是高音单体。往正负度数看呢，就是你站起来或者是蹲下的偏移角度。颜色呢就是热点，红色代表声音最强最饱满，蓝色代表声音衰减啊，表示声音变小了。我们把重点放在3个区域哦，看到中间那条厚厚的红色地带了吗？这个就是你的黄金聆听区，这代表呢，不管频率的高低，只要是你耳朵保持在喇叭正面，声音它都会非常的稳定丰富。这表示呢 A6B 它主要在聆听轴上表现呢非常的扎实。接下来看蓝色凹陷区的部分哦，你再看1K 赫兹到3K 赫兹之间呢，上下方出现了明显的蓝色地带。
这在2音路的喇叭非常常见，叫做分频点干扰。因为高音和中低音单体发生的时间差，导致你在特定的角度会听到声音变小。但是别担心哦，这通常只发生在特定角度，只要你在聆听的位置上啊，影响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越往右边呢，红色区域就会变得越窄，这个是正常的物理现象，叫做指向性增强。频率越高呢，声音它会越容易像是手电筒的光束一样聚在一起。那如果这条红色的带子收得太快啊，你在稍微偏离中心的时候，就会觉得高音变暗。但是呢 ，A6B 在这里的表现相当的平滑，这是一个很棒的指标。简单来说呢 ，A6B 它是一对指向性设计相当成熟的喇叭哦。它的垂直指向性虽然它是有物理限制，但是没有出现剧烈的断层啊，这也是为什么 A6B 在评价中通常是被认为声音自然、好搭配的原因。A6B 它以台湾价格来看呢，黑白两色售价是在139900元，灰色铁灰价格在149900元。A6B 它最大的竞争力在于呢，它把原本只出现在几十万台币等级的顶级零件 Purify 单体复合石材箱体，硬生生拉到了书架喇叭它的价位带哦，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论坛会说它是巨人杀手的原因。'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 broke. 好啦，聊了这么多 A6B 的黑科技呢，最后我想说，在音响圈呢，我们常说1分钱1分货，但 A6B 给我的感觉更像是一个降维打击哦。A6B 它凭借着33.6赫兹的超强下潜，直接回应了这个疑虑。书架喇叭的体型呢，小落地的既视感，它真的帮你省下了重低音的预算呢，还有客厅的空间。如果你跟我一样受够了换来换去啊，想找一对料用到底呢，数据漂亮到没话说，而且可以适应各大编制音乐的全能战神，那 A6B 就是那个答案。你觉得这种数据怪物是你的菜吗？还是你有更好的对标名单？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别忘了订阅、按赞、加分享。我是静静，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